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科学新闻，可能会看到一个有些反直觉的现象。一边是人工智能已经能在几小时内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，这曾经是困扰生物学家几十年的难题；一边是人类正在用量子传感器探测引力波，用太空望远镜观测宇宙诞生初期的微弱信号。但就在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，人类却依然无法回答一个看似朴素的问题：下一场地震什么时候来？2023年土耳其发生 7.8 级强震，数万栋建筑倒塌，超过5万人遇难。事后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没有预警？为什么没有预测？难道是传感器不够多，算法不够强，还是算力不够大？越来越多地震学家给出的答案是，也许问题根本不在技术上，而在于我们问错了问题。地震预测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得先从一个常见误解说起。很多人潜意识里把地震想象成火山喷发，好像地下能量在不断积累，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有明显的征兆，然后轰然爆发。但现实中的地震更像是一根被慢慢弯曲的筷子，你清楚的知道它迟早会断，你甚至知道它已经弯得很危险了，但你永远无法准确说出它会在下一秒断，还是再撑10分钟。地震的本质不是爆发，而是失稳。地球表面的板块每年以几厘米的速度缓慢移动，相互挤压或拉扯，能量就这样在断层带上一点一点的积累。但这种积累是高度静默的，断层岩石内部的应力可能已经接近极限，可在破裂之前的几秒、几分钟，甚至几年，地表几乎看不出任何必然的异常信号。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当时日本已经拥有全球最密集的地震监测网络之一，超过1000个观测点分布在震区周围，但最终地震还是毫无预兆的发生，6400多人遇难。事后复盘，没有任何一种前兆信号能够在统计意义上提前指向这场灾难。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，真实的断层系统从来不是一条干净利落的裂缝，一条主断层周围往往分布着成百上千条次级断裂带，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应力传递关系，有些像齿轮，有些像弹簧。某个地方的一次微小滑动可能会触发连锁反应，引发大地震，也可能被周围岩石消化掉，什么都没发生。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之所以震惊世界，正是因为3段原本被认为相对独立的断层在几分钟内接连破裂，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此前最大估计值的50倍。这种级联效应不是算力不足的问题，而是系统本身对初始条件极度敏感，你只要在某个地方多错估了极小的一点点，应力演化路径就会完全不同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地震前兆这么难捕捉，那些流传已久的征兆到底靠不靠谱？答案很残酷，大多数都不靠谱。地下水位异常，动物行为反常，大气电离层扰动，地磁场变化，这些现象确实在某些地震前被观测到过，但问题在于它们既不稳定，也不具有唯一性。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前，确实出现了大范围井水上涨和浑浊，当地基于这些异常进行了人员疏散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亡。这一案例经常被当作地震预测成功的典范，但后续几十年的研究发现，类似的地下水变化在没有任何地震发生的时候也频繁出现。降雨、气压变化、人类抽水活动，甚至季节性农业灌溉，都可能造成相似的信号。真正与地震有关的变化被淹没在巨大的噪声之中。动物异常行为听起来更神秘，也更吸引人。2008年汶川地震前，网络上流传着蟾蜍集体迁移的视频，但事后调查发现，那正好是蟾蜍的繁殖季节，与地震并无直接关系。日本、美国、中国都做过长期、系统的动物行为监测实验，结论出奇一致，动物并不具备稳定、可重复的地震预测能力。偶尔预测成功的案例，在统计学上完全可以用随机巧合解释。那么，现代科技有没有带来哪怕一点希望呢？目前最被寄予厚望的是高精度 GPS 形变监测和地震波层析成像。全球已经部署了超过2万个毫米级精度的 GPS 站点，能够实时捕捉地壳的微小形变。结合卫星雷达干涉技术，科学家甚至可以绘制出断层附近的形变场动态图。但讽刺的是，观测的越精细，
我们越清楚地看到地壳运动的背景造成有多复杂。有些断层在悄无声息的辱华，能量以非破坏性的方式慢慢释放；有些断层则长期闭锁，几乎没有任何可观测形变，直到突然发生破裂。而这两种状态在数据层面上，往往要等地震发生之后才能被清晰区分。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混淆的概念，地震预测和地震预警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预测是在地震发生前几天、几周甚至几个月，告诉你某个地方会发生多大的地震。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没有任何机构能够稳定的做到这一点。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官方立场非常明确，短期精确地震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实现。预警则是另一套逻辑，地震发生后最先传播的是 P 波，它速度快，但破坏力小。真正造成建筑倒塌的是 S 波，传播速度更慢。利用这个时间差，距离震中较远的地区可以提前几秒到几十秒收到警报。日本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。2011年东北大地震时，东京在强烈震动到来前大约1分钟收到了警报，这1分钟足以让高铁紧急减速，电梯停靠在最近楼层，人们躲到相对安全的位置。但预警系统也有它无法回避的局限。对于震中附近的人来说，时间差几乎不存在。2018年大阪6.1级地震，震中区域的预警只比震动早了 0.2 秒，这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。既然精确预测不可行，科学家选择了一条更现实的道路，概率预报。它不回答哪一天，而回答多大可能。通过历史地震记录、断层活动特征、GPS 应变速率，估算某个区域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强震的概率。例如，美国地质调查局给出的评估是，旧金山湾区在2044年前发生6.7级以上地震的概率约为 72%。这个数字对谁有用？对城市规划者有用，对建筑规范制定者有用，对保险公司也有用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它依然非常抽象。你很难因为一个30年尺度的概率立刻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更尴尬的是，这种预测的验证周期极长。一个模型给出30年的预测结果，真正验证时，模型本身可能早就被更新淘汰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什么地震预测可能从根本上就是无解的？从物理学角度看，地震是一个典型的混沌系统问题。断层破裂的起始点可能只有几平方米，但它受整个区域数十公里尺度、跨越数百万年演化历史的应力场控制。而这些关键信息，绝大部分埋藏在地下5到30公里深处，人类几乎无法直接观测。目前人类最深的钻探记录是前苏联的克拉超深钻孔，12.3公里深，而且只是一个直径不到30厘米的小孔。想通过这样的信息推断整个断层系统的真实状态，就像透过针眼去判断整片海洋的洋流方向。更本质的困难在于，地震过程高度非线性。即使你完美测量了某条断层的所有初始参数，最终会发生小地震还是超级地震，仍然取决于破裂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反馈。破裂可能在几秒内自行停止，也可能一路失控，撕裂几百公里。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传感器精度，也不是算力规模能够彻底消除的，而是系统本身的内在属性。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绝望，相反，它让我们把精力放在真正有效的方向上，更抗震的建筑设计，更高效的预警系统，更合理的城市布局，更完善的公共应急教育。只是在下一场大地震到来之前，我们可能依然无法提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